大家好，我是 Helen。今天呢，我们来聊三焦经。好，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听啊，三焦经是什么？所以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什么是三焦经哈。三呢是1、2、3的三，焦呢是焦灼的焦，焦虑的焦。哈，三焦经，它和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讲到的心包经呢互为表里。那么什么叫互为表里呢？互为表里是中医里头非常常说的一句话哈。那么就好像他们俩是哥俩哈，他们是相互帮助的。那么一个不好呢，也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两个人共同的都好哈。那么三焦经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它呢其实很像我们在西医里头说到的类分泌系统哈。它是当然它不完全等同，但是比较像哈。那么三焦经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络哈，因为呢它关注到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的运行哈，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气的一个经络，所以我们要很关注到它，因为我们经常说气行血则行，那么三焦经呢就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么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那么三焦经呢其实它是指的腔，这个焦啊其实是指的腔体哈，不同的比如上焦、中焦、下焦哈。那么上焦呢更关乎到我们，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简单的想象成一个腔体，上焦呢更关乎到我们的呼吸道、呼吸系统，中焦呢更关乎到我们的脾胃系统，而下焦呢更关乎到我们的生殖系统。所以你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去调节身体气息的这样一个经络哈。先讲到它的这个大的一个概念。好，接下来呢，我们记得心包经在内侧，对吧？那么翻过来。那么外侧呢，沿着这条线呢，就是我们的三焦经。好，我一会儿把图片呢放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哈，这样大家就能看清楚。在手背面上就是我们的三焦经，你正好对称过来，翻过来就是三焦经。好，那么三焦经呢，因为和我们的情绪相关，所以这里呢，我就必须要说一下，大家平时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哈，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呢起伏波澜壮阔哈，因为这个情绪过于波澜壮阔的人呢，就很容易得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哈，因为你气滞血瘀嘛，它就很容易让你形成一些淤堵方面的疾病哈。那么还有一种很容易出现问题呢，就是它不波澜壮阔，它老是压抑哈，它就是拼命的压抑自己哈。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澳门的老太太，非常非常的老好人哈，就基本上就是你一看她三焦经这么堵，心包经这么堵，你都觉得好诧异，因为对她比较熟悉嘛，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然后你看到她的淤堵情况以后，你都觉得啊怎么会这样？然后你就跟她开始聊天。我说哎呀，您是不是就是说性格上比较压抑自己？当然我问的时候，因为比较熟嘛，我就问的多一点了。好，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讲，然后因为她就是把所有人都照顾得特别好，但她自己呢，是生人哈，她没有达到这个。无生法忍哈，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去释怀，所以他很压抑自己，他把很多的事情承担，但是呢，他没有很好的途径去宣泄，或者很好的途径去抒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让自己有了更多的一种淤堵哈。所以呢，这里呢就要劝大家哈，就是说，第一个呢，很多事情要看开哈，就是说没有事情。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哈，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嘛，就是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学会转念。在我有一期讲到这个情绪的这个视频里头，我给大家介绍过，我们要学会转念，这样子呢，你有很多事情就放开了哈。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学习水的特质哈，正所谓上善若水哈，我们要学习水的特质，我们要有更好的一种宽容度，因为你的能量越高，你的宽容度就会越大。所以呢，我们不要使劲的去压抑自己，我们要去正向的提升自己的能量，包括你去把经络疏通，你也会让自己的能量正向提升。好，包括你做任何自己很喜欢、很专注的事情哈，包括你唱歌也好，你这个任何一个你画画也好，你去念佛经也好，就是你去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快乐哈，你让自己内心得到一种清明的一种快乐的时候呢，你就不容易淤堵哈。当然说起来呢比较容易，但是做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以后呢，在我们会做一些关于禅修的一些话题的视频，来慢慢跟大家聊。我们要学会转念，我们要学会呢，慢慢的让自己的内心能够放下，达到一种清明哈。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借助到冥想，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呢这个放空哈，让我们呢整个情绪呢更加平和哈。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包括调息哈，因为呼吸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
方法来观息观止哈，能够帮助我们呢更好的去调试降服我们的心哈。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其实自己哈是一个要和自己相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方法的哈，因为我们要学会到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方法，去享受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同时呢，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要得到一种快乐，而不是说用一些不快乐的方法，或者用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呢去影响到自己啊，一定要让自己呢境随心转，而不是心随境转哈，这两个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哈。那么在未来的禅修的视频中呢，我们慢慢来聊啊，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患者哈，有很多心理上的一些抑郁也好、压抑也好，就是各种情绪病哈，情绪病很多，所以我们慢慢来聊。好，我们今天呢先说到这个三焦经哈，我们回到三焦经上，我们呢来给大家介绍三焦经上的几个穴位。三焦经上呢有很多的穴位，我先挑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叫液门哈，液呢就是液体的这个液，门是大门的门。那么顾名思义呢，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这个液体之门。就比如说你干呢，眼睛干、鼻子干、嘴巴干啊，就是夜里头要不停喝水哈，包括眼睛，就是因为现在人看电脑多嘛哈，那么您可以经常去揉到液门哈，它在我们的这个小指和这个无名指之间，那么你轻轻的去压到这个缝隙，我们轻轻的去压到液门，有的人还会比较痛哈。我一边说呢，大家一边推哈，在我们这个小指和无名指这个指缝的位置哈，往无名指这个方向去推，那么你会推到你的液门。那么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感冒期间嗓子比较干呐，您都可以推它哈，液门哈，给您呢更多的一种润滑的液体哈。所以呢，经常去按摩到它，帮助我们呢把心中的一些无明火、心中的一些焦躁哈，慢慢的去把它推开哈。大家慢慢的去做，大家一边揉哈，我们争取呢有揉个10次好吗？好，1、2、3、4、5、6、7、8、9、10，非常好哈。好，反方向。好，您也是找到液门穴，小指和无名指这个指缝哈，顺着无名指的方向去推。好，1、2、3、4、5、6、7、8、9、10，非常好。好，你会觉得非常想深出气哈，你会把体内的浊气推出来哈，非常好。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阳池哈，阳就是太阳的阳，池呢就是水池的池，顾名思义哈，它就是把阳气聚集在这个池子里面，对不对？好，所以呢，推开阳池，它会增加你的阳气哈。我们说一个人阳气足的时候就不容易生病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扶阳哈，就是让你的阳气呢更正更多一些，这样子呢您就不容易生病。那么它呢很好找哈，虎口相对。好，你的食指勾过来的这个位置，压到的这个手肘的边缘呢，就是您的阳池穴，点到它，这就是阳池。好，找到它以后呢，去推。好，轻轻的推，我们依然推10次，好吗？好，我依然把图放在旁边哈，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到。好，推到我们的阳池。好，推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哈，如果经络比较通透的人，推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脊柱哈是慢慢的有点暖暖的感觉哈。你说哎，我没有关系哈，它还是会作用的哈，只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敏感度啊，经络通透度不一样，但随着你的身体的这个通透度，或者说你身体的这个淤堵慢慢越来越开，你的敏感就会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细微的觉察到哈。就像我前段时间的一个患者哈，最开始没有感觉，好，然后现在突然你碰到胆经，它可以穿到脚趾头，而且是到了足灵气那个穴位哈，就是胆经最下面那个穴位。他说：“哎呀，我真的感觉到像电流穿过的感觉。”我说：“恭喜你哈，你的胆经在开始有感觉，最开始是没有感觉的哈。”好，我就觉得很好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天赋啊，就是你本自具足哈，你是具有这种能力的，只是你的怎么说呢？生活呀，还有这个各种的干扰太多以后呢，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也希望呢，和大家一起，我们重新找回对身体的这种敏锐度哈，重新去觉察到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原本呢本自具足，我们原本呢就应该让身体活成它原有的样子哈，而不是被我们各种的这个不管是工作啦、生活啦，就是各种压力也好，或者说不健康的饮食、不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等等等等，把身体呢弄得非常疲惫哈。所以呢，我们要找回到它原本的那份清灵哈。好，我们轻轻的去压到我们的阳池。好，
缓慢的我们来到反方向，还记得哈？好，虎口相对。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一个方向了，虎口相对，让你的左手在上，轻轻的，你的食指扣过来，压到的这个手腕旁侧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的阳池。好，轻轻的去点压到它，点压到我们的阳池。好，我们依然呢推10次哈。好，1、2，好，大家一边推我一边说哈。那么阳池穴很重要，所以呢，大家经常去推一推它哈。那么因为三焦经上穴位很多，所以呢，我想每次我们说一点点，然后呢，大家呢也带着大家一起慢慢的去做一点这样的小练习，这样慢慢的，不在于能记住多少哈，而是我们时不时能做一做，对吧？你哪怕想起来1个2个也是好的。另外呢，现在慢慢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暖和了，因为加拿大是这样哈，有的地方可能您如果在其他地方呢，您就要酌情考虑了哈。如果说太阳比较好，特别是早上，比如说9点钟、10点钟，这个时候太阳呢比较温和哈，晒晒大后背哈，帮助我们补阳气哈。但做好防晒啊，如果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话，就一定要做好防晒哈，晒后背哈，不要正着晒，晒后背哈，晒后背让您的阳气提起来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补充阳气的方法哈。那么其实在这个养生功里头呢，也会有一个说法，就是面对日月哈，但它会有不同的对法哈。对阳对太阳哈，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晒，一般呢我们就会用大脊椎哈去对着太阳光，这样呢你就会很好的去晒到你的后背，而不要去正着它哈，这样的话你可能太耀眼哈，也可能晒得比较厉害。那么如果对月呢，就是正好是面对哈，这样呢是不同的效果，所以呢挺好玩，您可以试一试哈。因为比如说我妈妈已经70多了嘛，那么我就会建议她站桩打坐哈。那么老太太做的时候，我就会建议她，哎，正好呢这个有一个大窗户，这个地方太阳比较好，我就会建议她在这个地方打坐，然后呢背朝这个窗户，太阳正好照过来，照到大脊椎上，这样呢就是多种功效，效果呢会更好。希望呢这个建议呢也能帮到你，你也可以试一试哈。如果有什么感想感觉，或者说你有什么好的分享，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然后呢给我更多的一些建议 idea， 然后呢我们未来可以分享更多有意义的好的有趣的一些练习的方法、养生的方法、禅修的方法，包括瑜伽哈。因为今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留言说到瑜伽上的体位，那么我会找一个时间呢来跟他讲一些细节哈，怎么样去做这个转换哈，翻转。好，今天呢我们先说到这里，下一期呢我们接着聊三焦经。好，谢谢大家。